9号上午，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等多地举行卫国战争胜利79周年阅兵。在乌克兰危机延宕的背景下，今年红场阅兵的规模较往年缩减，但作为普京宣誓连任第5个俄总统任期之后的首场阅兵，仍然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Слава доблестным вооруженным силам! За Россию! За победу! Ура! 莫斯科时间的1945年5月9号，纳粹德国对苏联正式签订投降书。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至少19个国家在5月9号庆祝二战胜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的胜利日阅兵活动上发表讲话，指出，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避免发生全球性对抗，但同时也不会允许俄罗斯受到任何威胁。普京还表示，俄战略力量始终处于战备状态。我们知道他们有这样的野心，但俄罗斯不会屈服。在讲话中，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及中国称：“我们尊敬中国人民为反对侵略和日本军国主义而争取独立的勇气，我们将永远铭记并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共同斗争和联盟鼓舞人心的传统。” Мы чтим отвагу всех воинов анти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коалиции,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подпольщиков, партизан, мужество народа Китая, сражавшегося за сво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ротив агрессии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Японии. И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никогда не забудем нашу общую борьбу и вдохновляющие традиции союзничества. 阅兵式上，仪仗队举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步入红场，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陆军总司令萨柳科夫乘车检阅部队，现场士兵高喊乌拉。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有约1万俄军官兵参加胜利日阅兵，受阅装备125件。今年的阅兵规模小于去年，受阅人员减少约10%，为约9000人。而受阅武器装备数量不及去年的一半，仅有61件。此外，俄罗斯勇士雨燕空中特技表演队也参与阅兵，参加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前线战士代表帮阵也在此接受检阅。按照传统，参与阅兵的军事装备打头阵的依然是 T3485坦克，这也是本次阅兵中唯一一辆坦克。对俄罗斯来说，它就是卫国战争胜利的象征。其他军备还包括虎式装甲车、台风 K 装甲车、VPK 乌拉尔装甲车和回旋镖装甲运兵车，以及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系统、S400凯旋防空系统和亚尔斯战略导弹系统的发射车。其中，台风装甲车是俄军最先进的轮式装甲输送车，具有良好的防御能力，能够抵御地雷和轻武器的袭击。社交媒体流传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就有大批台风系列装甲车投入前线，尤其是在基辅方向，配备台风装甲车的俄空降兵频繁在各大媒体上亮相。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俄军受阅装备多为远程打击武器，例如打击半径为500公里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而 S400凯旋防空导弹最大射程为400公里。亚尔斯战略导弹系统则是俄罗斯核威慑体系的重要装备，打击范围超过12000公里。射程400和500的这样的一个导弹，就是针对于乌克兰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作为它的这个打击目标，而洲际导弹更多的是应对北约出兵，包括法国出兵乌克兰对于北约的威慑，以及支持乌克兰的其他美西方国家的一种战略上威慑。克里姆林宫通报，今年有8位外国领导人出席红场阅兵式，他们分别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古巴、老挝和几内亚比绍的领导人。前5个国家都曾经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他们还陪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到无名烈士墓前献花。俄罗斯总统普京还为应邀参加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79周年庆典的各国元首举行招待午宴。Мы с особыми теплыми чувствами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в России и в Москве наших надежных партнеров и друзей.
этот священный праздник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 отмечают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во многих странах Европы и мира, всюду, где осознают неприходящую ценность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равенства и гуманизма. 近日，俄国防部在莫斯科胜利广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武器装备展览，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民众。展品都是从乌克兰战场上缴获的美西方武器，光是坦克就有32种，来自于12个国家，包括德国豹2坦克和美国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等。此外，在5月1号最新在阿夫杰耶夫卡战场上缴获的美制 M1A1SA 坦克、M88A2 装甲抢救车、M1150突击破障车也被加急运到展览现场。据悉，俄方还宣布了针对北约成员国使馆人员的优待措施，他们无需排队就可以观展。展览主办方还在装备上贴上了其所属的国家的国旗。在帐篷展区，观众还可以接触到北约国家的小型武器和工程武器样品，以及乌军的无人机、通信设备等。 Тут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ерьезная лобовая броня, ЧОП называется. Вот она почти до 1,5 метров. Комбинированная керамика, металл, вот, всевозможные наполнители. Но у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есть абсолютно все средства поражения для поражения да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Ну, как видите, машина полностью выгорела, и никакое это не чудо-оружие. 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8号参观了战利品展览，称西方装备是无稽之谈，他对这些装备不以为然。钢材很薄，装备很沉，北约战士没有受过训练，他们没有参加过战斗。